和浪静，时一时的风景，别太沉迷于岁月静好一片安逸。当暴风降临，被扰乱的情绪，让我们认清现实中隐藏的秘密。深如今，有谁来拯救受困的心灵？如果说世界归零，从头开启，我们是回忆在逃避过时的破罐里，面对畏惧，强烈来袭，我们也有可以勇敢、可以喊停的权利。爹地没有欺骗你。我永远不会相信你的。俊丽，俊丽，你爹地怎么样啦？动了手术，情况算是稳定了。不用担心，他会没事的。我连爹地有心脏病我都不知道，还说话挺壮大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把真相告诉你。我看你也累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我要等到爹地醒过来。你爹地现在在医院，你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不如搬去跟我一块儿住吧，也有个照应。干什么应什么急？我把钱还给我！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不知道，我梦到有人杀人了。我看不清楚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我要，你觉得我爹地会不会是坏人？你才见过他几次面，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一个坏人能养出一个这么心地善良的女儿吗？你爹地还在昏迷中，你先不要自己钻牛角尖，等他醒来了再说。行啦，粥煮好了，来，趁热吃啊。我自己来。你去上班吧，这里有我照顾俊玲就行了。啊，没事，我今天请了半天假。哦，等一下，能不能陪我去趟医院？好啊。我也跟你们去吧，带点粥过去。要是今天醒了也可以吃。爹地这么对你，难道你不恨他吗？我去倒杯水。我对你爹地的感情，
就像大树盘根一样，越盘越深，无法自拔。看到他现在躺在医院，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。君玲啊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了。如果没有答应你爹地家结婚，领养了你，你现在也不用受苦了。你没有错，错的人是爹地，他才是那个始作俑者。你不要恨他，他再坏，始终是养大你的人。不要提他了，他不值得你这样为他付出。以后你要对自己好一点，知道吗？嗯。老爸，你来救我！我来喝，我帮你喝。喝什么？最喜欢喝你煮的汤了。谢谢老爸。不是煮给老公，是煮给女儿的哈。玲玲最近怎么样了啊？她不回我 message， 也不接我电话。人家可能很忙嘞。至少也回我 message 嘛。来，我买了你最喜欢喝的排骨汤啊！快点趁热喝。啊，又是汤啊！我特地叫老板给我加了很多料的。做了这么大的手术，要好好补一下吗？来，小心啊！没良心啊！老妈煮的爱心鸡汤，不如你男朋友买回来的排骨汤。难怪人家说，嫁出去女儿泼出去的水。老妈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几时嫁人啊？你心早就已经嫁人了。好，当啊。以后洗衣店呢就交给你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我每个月坐着收钱就好了。你干嘛整天心神不定的嘞？托梦，老妈，洗衣店的工作这么辛苦，又没有问过人家愿不愿意啊？那你要问谁？问火呀？嗯，还是 Mr. Wong？嗯，以后就指望你了哈。你放心吧，希姐，全靠你啦。以后每天你也有汤喝了，这碗你喝。哦，大哥，你听电话 ，please， 不然我就死定了。Please，Henry 哥，啊，什么事啊？没什么。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的。没事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哦，你不说那我问艾希姐好了。不可以让我老婆知道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我朋友跟我借钱，现在突然失踪了。这里是他租来放古董的，1个月的租金最少上万块。之前我来了几次都找不到人，后来我听屋主说，他上个礼拜已经退租了，看样子他是不会再回来了。你这个朋友是干嘛的？他叫什么名啊？他叫 Robert。是古董收藏家，我们时不时会约出来喝茶。他每一次都会带我来这里，看他的收藏品。那时候啊，百姓物资缺乏，都会互相借用自己家里的碗碟来宴客，所以大家都会在自己的碗上面刻字，方便以后要回来。你看，这个碗曾经被一个叫做崔远山的大将军用过，所以非常值钱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，居然懂这么多啊！我当初啊花了1万块才买到的，现在肯定不止这个价钱了。哇，
如果花那么多钱买一个碗回去，老婆知道了肯定会杀了我。你和女人啊讲古董，等于是在对牛弹琴。反正啊，我这里有的是地方，你喜欢的话可以买了先放着，有空啊常常过来，慢慢欣赏。真的吗？买古董啊，其实也是一种投资，只会赚不会赔的。就这样，我前前后后跟他买了10几件宝贝，我全都寄放在这里。结果，他连我的也带走了。你跟他买古董就好，为什么要借钱给他？他说他手头紧，叫我帮他周转一下，还说如果我不帮他，他会面临破产。他要是真的需要钱，可以卖掉古董周转的吗？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，我没去想那么多。看在他每一次都减价，把他心爱的古董割让给我，我就帮他一下，真的是太笨了。Henry 哥，这是我之前看过的青花白瓷碗，你看，这里还有个山字。是用马克笔画的。Henry 哥，你看这些，这些都是他网上买的，每个才几块10几块，他应该是之后拿来加工，让别人以为是真的古董。花了3770块买的古玉，人家竟然是10个卖37块7。昂哥，你醒了。我刚才来的时候你还在睡觉，所以我去楼下买了些水果。君玲呢？她没有跟你一起来？啊，没有。她怎么样了？还好吗？她的心情好了一些。她现在暂时跟主任一起住。不行，她不可以跟主任在一起。君玲外表开朗，实际她内心很脆弱，容易钻牛角尖。不过现在不管我说什么，她也听不进去了。昂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多休息。我会好好的开导君玲的。要你夹在我们之间，辛苦你了。不会。昂哥的身体还是很虚弱，但他还是很担心你。他不停地问我你的情况，还交代我要好好的照顾你。我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里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，我看了都替他难过。不如你去看看他吧。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。其实昂哥他，我赞成俊玲的决定。我觉得今天的身体这么弱，万一俊玲跟他吵了起来，再刺激到他就不好了。我知道，不过他们要见面，然后平心静气的谈，问题才能解开啊。他们的问题早就已经打了死结，没这么容易解开的。俊玲，等到你的身体好一点，你再去见他。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等我整理好心情，我再去面对他。还有，昂哥也放心不下公司。公司是他的心血，我会帮他看住他。
老婆，你干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跟银行借40万呢？啊？要不是银行打电话给我，你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你很大胆呢！你为什么敢拿我的店来做题呀？做题呀！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你不要生气。说，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？钱去了哪里？哈？借给朋友。你借给谁？你什么时候借的？为什么我会不知道6个月前，我借给朋友 Robert。你借40万给我，我把我这里所有的宝贝抵押给你。万一我真的还不了钱，这些古董就是你的。这可是比40万还要多好几倍的价钱呢。要不是我走投无路的话，我也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。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啊！哎，你不是有间洗衣店吗？抵押给银行就有了。不可以，我老婆不会同意的。哎，你先别让她知道嘛。我也只是暂时借来周转一下，2、3个月就会还你的。你先帮我解决眼前的问题，那我就能够东山再起。未来我还打算到中国发展古董生意，到时候我一定预你一份，你一定会大赚的。我看他这么有诚意，就把钱借给他了。把你们户口的钱拿出来还利息，保住我的洗衣店。我银行的钱，全部拿去买古董了。这辈子你的放开我！老婆，走开！走开！走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，老婆。哎，你走慢一点，伤口都还没好。老爸，妈妈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医生，我老妈怎么样了？病人因为高血压而引发脑出血，幸亏你们及时送她进来，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。脑出血，那不是中风吗？是的，只要配合物理治疗，情况还是会好转的。她的情绪很不稳定，你们尽量开导她，不要再刺激她了。谢谢。老妈，没事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太激动了。艾希解释说，洗衣店没了，钱也没了。
以赚回来的。最重要是你人没事。其实昂哥他一直惦着公司，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 update， 让他安心？你跟他说公司没事，叫他好好照顾自己。等他出院了，我会叫君娜跟王源 update 他。你真的不打算搬回家？如果昂哥出院了，他一个人在家，不太好吧？我已经帮他找了看护，有什么事他会通知我的。你真的相信主任说的话？为什么会问这个？他嘴上虽然一直帮你爸说话，但实际上好像又不是。我总觉得他好像有意无意的在理解你跟你爸的感情。我爹地是真的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，是他亲口承认的。连我都可以被他蒙在鼓里这么多年，你一个外人怎么会了解他？你才不要被他影响。我感觉得到，妈咪是真心关心我的。不管怎样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老妈，老爸跟伟东已经到处在找那个骗子啦。只要找到那个人，把钱要回来，洗衣店就会没事的。老爸现在每天都在医院，觉也不回，饭也不吃。他真的很想来看你，可是他怕又会刺激到你。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他说以后不会再玩古董了。他还叫我帮他把家里的宝贝全部都……这次啊，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不说了啊。别生气了啊！我不说了。艾希妈咪，感觉比较好一点了吗？没事的，只要配合医生做复健，你的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好吗？他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老妈，不要说这么多话，休息一下。对啊，老板娘，你就不要为这些事操心了。医生说昂哥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玲玲，子公司过几天就要 present 给客户了，王源一个人不知道搞得定吗？公司的事你就别管了，好好照顾艾希妈咪吧。玲玲，我现在家里一堆事，我看我暂时不能回去上班啦。别担心，我会叫王源安排的。俊玲，不好了，子公司time limit要 present 给客户的计划书，连 backup 都被 override 了。子公司的虚拟项目一向都由你来负责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参与。是应该向老板报告，可是他现在人在医院，这份企划案进行了3、4个月已经完成了，过2天就要 present Unijet Fashion 给客户，如果交不了货，公司就要赔偿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我怀疑是他做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搞破坏的人是主任？
报警吧。等一下，你让我想想怎么处理。你先不要说出去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不是要我报警你才肯承认？不要，你千万不要报警！你报警我就完了。你明知道是犯法的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？君莲，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只记得那天晚上，我心情很不好，喝了很多酒。我一想到你爹地这样对我，你又受了这么多苦，我就很不甘心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现在公司要赔对方一大笔钱，你伤害的不止他，还有我，还有公司的每一个员工。君莲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我会告诉爹地，让他做决定。君莲，不要，君莲不要，你爹地会去报警的，就算我求你好了，我不想去坐牢啊！对不起，他害死你爸妈，我是在帮你，难道你不想报仇吗？君莲，他把我们两个的人生害得这么悲惨，居然可以若无其事，还厚颜无耻的当你的代替，自己拥有了全世界，却把别人的人生踩在脚底。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，你真的以为他是真心疼爱你吗？他收养你是为了帮自己赎罪。是梁青天毁了你的家，害死了你的爸妈，你还要继续认贼作父吗？妈妈，怎么啦？没事的，老妈，我们换条裤子就好了。嗯。还是我来吧。妈妈没事。没事，老妈没事，老妈。好，不看。好了，没再看啊。哎，希姐，你看啊，我用毛巾这样把眼睛遮住，这样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你让我帮你好不好？来了。没事。帮你擦啦。来，放下来。慢慢啊。好了。
，Henry 哥，你为什么坐在这里？干嘛不上去看看艾希姐啊？我哪里有脸去看他？我老婆也没有事。艾希姐到现在都无法接受自己中风，她整天又哭又闹，而且连饭都不肯吃。我跟于安真的是拿她没办法。你们怎么不好好劝他呢？劝了，有用吗？她现在整天说自己是个废人，所以老公不要她。我跟玉儿就要24小时陪着她，就怕她做傻事。谁说我不要她呢？你不是说她情绪崩溃吗？我不这么说，你怎么会来看她？老爸，吃面，吃吧。你现在住在哪里啊？我在隔壁小旅馆租了个小房间。你现在还没有 Robert 的消息吗？我现在已经后悔到要去撞墙了。我真的恨不得那个中风的人是我，而不是你妈。老爸，这次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你了。如果你能把那40万拿回来，可能艾希姐会原谅你。我现在做梦都想把钱拿回来。问题是，要先找到那个骗子，要找到那个 Robert。如果要找人，为什么不问我？对哦，巫婆要是 case officer， 整天都在找欠债人，应该很有经验的。你跟这个 Robert 通常在哪里见面？就在他租了放古董的地方。我已经去了好几次了。他早就把东西搬得一干二净。那你们还有在其他的地方见面吗？没有。他有问过我要不要去按摩，但是我没有去。他好像说，这按摩院是他的一个相好开的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像是叫丽丽，不是。叫李娜。我要找你们老板娘。要么，你叫她出来，我现在要见她。谁呀？吵什么吵？老板娘，有人要见你。叫 Robert 出来。哪一个 Robert？你的老相好。我才没有什么老相好 ，OK？ 如果你们不是来按摩的，请你们走。我会请你帮忙，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他。我这里是做生意的，别来捣乱。老板娘 ，Robert， 喂，站住，不要跑 ，Robert。Robert， 不要跑！站住！Robert， 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借给你的钱，你什么时候还给我？你快点还给我！那些钱我都已经拿去还债了。你今天不还钱，我抓你上警局！你说我去警察局也没有用啊！我已经申请破产了，你不可以向我追债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有，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。
我下去，我下去啊！是真的吗？啊！我的钱，我要你还我的钱！老板，8000万给我要拿回我的钱！你现在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向他追讨，不过需要些时间。我的钱拿不回，我的洗衣店抵押给银行，我去哪里拿钱来还啊？你这混蛋！你冷静点，老板！不要，你冷静点。boss 那边怎么样？我们需不需要帮忙啊？玲玲心情很糟糕，打电话她都不接。吴火药在陪着他，你们不必太担心。Robert 那边我们有没有新的线索？老爸买古董的时候都没有拿收据，否则可以向法庭申请索偿。老爸就是太相信他。就连借钱给他也没有要求他写 IOU， 没想到我家竟然会变成 HTB 新的对象。你有事，我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我查到 Robert 的前妻在3年前移民到国外，在这半年里 ，Robert 每个月都会汇一笔钱到他前妻的国外户口，每一次5到6万，加起来最少都有30-40万。他是在半年前跟我老爸借钱的。那笔钱肯定是我老爸的啊。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做证据啊，然后全部跟他追讨回来。他是以赡养费的名义支付的，在法律上是成立的。我们可以问火药啊，火药肯定有他欠债还有还款的证据。无火药这么露白露，等一下又搬出什么一大堆 SOP 的，怎么可能泄露资料给我们？还是我们自己查算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 Alex 他们要辞职？大家听说公司遇到财务问题，有可能会关门，马上就为自己准备好后路。现在就是因为公司有困难，所以我才召集大家来讨论对策啊！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可能是过档到新公司了吧？什么新公司？九恩在外面开了一间公司，还开了很好的 offer， 把我们主管级的员工都挖走了。为什么要挖走我公司的员工？你的公司有财务危机，那是事实啊。谁不想早点为自己找到退路呢？你不是破产了吗？为什么还能开公司？那要感谢梁庆天，是他给了500万，让我脱离穷籍啊。你是不是早就有预谋？从一开始就要置我们于死地？我怎么会忍心伤害你呢？我要对付的是梁庆天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。你只是在利用我来对付 Daddy， 是不是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这样子的结果不是很好吗？你也帮你爸妈报了仇啊。我爸妈真的是 Daddy 害死的吗？还是你编造出来骗我的？你爸妈的死，梁庆天肯定脱离不了关系的。经理，我是在帮你啊。我们2个都是无辜的受害者。你们不是很满意企划案吗？是不是合约的条款有什么问题？Sushila Fashion 是间新公司，但是员工都是从 Blue Sky Automation 来的。
他们很有经验，你们放心。我们很满意你们的条件，现在就可以签约。Mr. Ma，请你不要和他签约。你们出卖我 Sorry， 我们从来没有想要帮你做工，是你一厢情愿的哦。Mr. 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Joanne夏盗用我的子公司 Time Limit 的 proposal 跟你们签约，我们已经准备要起诉他。我有证据。他毁了我们公司的文件，想要害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做 presentation。幸好我们有 backup。对不起 ，Mr. Ma， 我们会跟你 follow up 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请你们相信我啊！我们会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。哎，你们不要走啊！梁启林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当年你骗我结婚，现在又联合他们来对付我，你害我还害得不够吗？我没有害你，是你自己放不下。我还给了你500万作为补偿，你要是拿了钱就走，今天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你这个混蛋！冷静点。他就是周文霞。Miss 我们是商业事务局的调查员，现在怀疑你涉嫌一宗商业罪案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我没有错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，是我的！放开我，放开！啊，君临，我是被人冤枉的，我不可以坐牢，君临，放开我！平和浪静是一时的风景，别太沉迷于岁月静好一片安逸。当暴风降临，被扰乱的情绪让我